今天的问题不是台达电可不可以追，而是先搞懂它到底在赚什么。全市场都在看 AI 晶片、台积电和鸿海，可是 AI 资料中心真正卡住的地方，常常不是算力，而是电力、散热、机柜密度和全球产能。这一集我们不报名牌，只拆台达电背后那条看不见的电力供应链。这里是台股内部人小秘密，我们不给买卖点，不承诺报酬，而是把公司故事、产业瓶颈、财报数字、筹码和技术线放在同一张地图上。你看完应该知道，台达电是短线 AI 题材，还是已经站到 AI 基础建设的关键位置。昨天频道已经做过00505件事，今天不能再重复 ETF 架构，这集改成成分股放大镜，台达电股票代号2308，核心角度是 AI 资料中心电力与液冷，不是0050配置，也不是每日盘后流向，所以在题材、时间范围、核心问题和观众收获上都跟昨天不同。今天的核心问题很简单， AI 晶片越来越强，机柜功率越来越高，真正能长期赚钱的会不会是替资料中心供电和降温的人？如果答案是可能，那台达电就不能只用传统电源供应器股来看，而要用 AI 基础建设股来拆。先看已经落地的数字，公开报道整理台达电2025年合并营收约 5548.85 亿元，年增30%以上，税后纯益约 601.08 亿元 ，EPS 23.14 元，获利创新高。这不是只有故事没有获利的题材股，而是获利已经先跑出来。再看2026年第一季，据亨网和科技新报都报道，台达电第一季营收约 1593.53 亿元，年增 34%， 毛利率约 37%， 营业利益率 17.83%， 税后纯益约 205.56 亿元， EPS 7.9 亿元。这让市场开始用更高的成长股标准检查它。AI 资料中心不像传统机房，只是多放几台伺服器，它把大量 GPU 塞进机柜，功率密度快速上升，电流、铜线、转换效率、热排放都会变成瓶颈。晶片公司卖的是算力，台达电看的则是算力背后那一整套电力和冷却系统。所以你会听到48伏、400伏、800伏直流电这些关键字，概念不用想得太难。同样功率下，电压越高，需要的电流越小，线损和同材压力就越低。当机柜越来越像一座小型发电站，高压直流架构就变成资料中心升级的必考题。台达电官方产品页已经把800伏直流 In-Row Power 放上台面，标榜可支援 1.1 MW 等级的机柜内供电，并支援400到480伏交流输入、800伏直流输出。这不是抽象口号，而是把电力柜、Power Shelf 和机柜配电做成完整系统。2026年3月，Delta 在 NVIDIA GTC 展示针对下一代 AI 工厂的800伏直流、液冷与微电网方案。董事长郑平也谈到 AI 时代对资料中心基础设施与能源效率的要求。这代表台达电不是只卖一颗零件，而是在往 Grid to Chip 的整套基础设施靠近。第二条线是液冷，当功率密度拉高，传统风冷会越来越吃力，液冷就从高阶选配变成 AI 资料中心的主线需求。台达电的故事之所以完整，是因为它同时卡在电源和散热两个瓶颈上，一个负责把电送进去，
一个负责把热带出来。据亨和 Yahoo 转载的法说相关报道都提到， AI 资料中心电源与水冷散热是今年主要成长动能。管理层对今年营运展望偏正向，也谈到客户资本支出推进。投资人要看的不是一句 AI 很强，而是订单、产能、产品组合和毛利率是否一起往上。台达电第一季财报同时公告扩产，规划新建观音厂约103亿元，也要重建桃园一厂约18亿元。这121亿元不是影片里的花絮，而是公司用资本支出告诉市场，如果 AI 电力和散热需求是真的，产能必须先站好。外部研究和媒体也关注泰国新厂的放量节奏，因为高阶电源与液冷系统要服务全球云端客户，不可能只看单一地区产线。对投资人来说，泰国、美国、台湾和印度的产能分工会影响交期、汇率、地缘政治风险和成本结构。Yahoo 股市转载的外资观点提到，美系外资把台达电列为 AI 资料中心电力的首选标的，并用伺服器电源、液冷收入快速成长来推估2027年获利可能较2025年翻倍。这不是我们的预测，而是市场正在交易的剧本。但外资目标价不是保证书，报告能告诉你市场在相信什么，也能让你知道股价在反映什么，但不能取代自己的风险检查。外资上调目标价时，最重要的不是背数字，而是追问收入、毛利率、产能、客户资本支出有没有跟得上剧本。台达电不是只有 AI 资料中心，它还有工业自动化、楼宇自动化、电动车、能源管理等业务。这有两面，好处是公司不是单一产品赌注，风险是其他业务如果疲弱 ，I 线要承担更多市场期待。看营收结构，才不会把一家公司想得太单纯。2026第一季毛利率拉到约 37%， 营业利益率也创高，这是台达电故事里非常关键的一段。因为如果 AI 电力和液冷只是低毛利代工，估值支撑会弱很多。如果产品组合升级真的改善毛利率，市场才会给它更高的成长股评价。市场媒体多次用市值二哥形容台达电，意思是它对台股指数的影响已经不是小型题材股。全指股上涨会带动 ETF 和被动资金重新调整，全指股下跌也可能拖累指数。这就是为什么台达电的公司故事会同时变成台股大盘故事。从昨天0050的角度延伸，台达电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分股放大镜。买 ETF 的人不一定直接买台达电，但 ETF 里的权重会让你间接承担这家公司的成长与估值波动。看懂成分股，不是为了追单，而是知道自己的 ETF 到底跟哪些产业故事绑在一起。筹码面，我用台湾证券交易所三大法人日报检查2026年5月7日，当天台达电外资买超约2351张，投信买超约981张，自营商小幅卖超，三大法人合计买超约3192张。这是一天资料，不是长期结论，但可当成短线温度计。技术面，用 Yahoo Finance 日线资料看，台达电5月7日收在2280元，当天高点2370元，近20日高点也是2370元。5日均线约2208， 20日均线约1983， 60日均线约1569。这是一段强势趋势，
不是便宜区间。强势股最容易让人忘记风险。当股价大幅领先均线，代表市场预期很满。如果后续月营收、法说或海外客户资本支出没有继续超预期，就算公司基本面仍好，股价也可能先修正。技术线不是预言，而是帮你看市场情绪有多急。因此这集只给观察框架，不给买卖建议。上方先看2370附近是否持续突破并站稳，下方则看5日、20日均线附近能否守住。真正的重点不是一条线，而是基本面消息、筹码方向和价量结构有没有同时指向同一边。台达电也常被拿来和鸿海、广达、伟创这些 AI 服务器供应链比较。差异在于，鸿海和 ODM 厂更接近整机与系统组装，台达电则更像电力与散热模组的关键供应商。两种都受惠 AI， 但估值逻辑、毛利率和客户谈判位置不完全一样。它也不能和台积电直接混为一谈。台积电是 AI 晶片制造的入口，台达电是资料中心电力底座。台积电看先进制程、先进封装和晶圆产能，台达电看高压直流、机柜供电、液冷、产能布局和资料中心客户导入速度。如果跟光宝科比较，两家公司都在电源与 AI 服务器题材里，但台达电的市场评价更大程度绑在高阶资料中心电力、液冷和全球系统整合能力。观众可以用同样的框架去比较，谁的产品单价更高，谁的毛利率改善更明显，谁的产能和客户粘着度更强。风险一 ，AI 资本支出如果放缓，最先被市场修正的就是高成长预期。资料中心不是一天盖完，也不是每年都能无限制加速。如果云端大厂调整投资节奏，伺服器电源和液冷需求的成长斜率就可能低于现在的乐观预估。风险二，技术门槛高不代表没有竞争。全球电源、散热、机柜和云端客户都在研究高功率资料中心方案。大客户也可能分散供应商，甚至自研部分规格。台达电要维持高毛利，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可被快速替代的普通供应商。风险三，扩产速度和良率。越高阶的电力与液冷系统，越不是把厂房盖好就能立刻大量交货。泰国、台湾和海外产线的爬坡，会牵涉设备、人员、客户认证和供应链协调。需求很强，但交不出货，也可能让营收节奏失望。风险四，估值已经先反映很多梦想。当市场把台达电视为 AI 电力税收站，股价就不只看今年 X， 而会看2027、2028的想象。这种状态下，任何一个月营收不如预期，毛利率回落或外资降频，都可能引发剧烈波动。那观众接下来要追什么？第一，看月营收是否逐季垫高。台达电官方每月公布合并营收，2026年1月约496.75亿元，2月约498.97亿元，3月约597.8亿元。月营收会比口号更早告诉你需求是否真的落地。第二，看毛利率和营业利益率能不能守住。AI 资料中心题材如果只是拉高营收，却压低毛利，股价逻辑会变弱。如果高压直流、液冷和系统方案能持续改善产品组合，市场才有理由相信台达电正在从传统电源股升级。第三，看400伏和800伏直流方案的导入节奏。
官方产品与展会讯息已经出现，接下来要看客户导入、量产时间、营收贡献和毛利率。技术亮相只是第一步，真正能推升股价的是它变成大客户订单。第四，看液冷收入是否真的放大。液冷是高功率 AI 资料中心的核心瓶颈之一，但不同客户会有不同设计，认证期也可能拉长。如果液冷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外资预期，市场就会重新评估台达电的高成长倍数。第五，看法人买盘是否延续。单日外资和投信买超只能代表当天态度，不能代表长期趋势。你要追的是一段时间内外资、投信、自营商是否同方向，还是利多一出就出现大量换手。筹码和技术线要一起看，不能只看新闻标题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可以在留言区选一个你最想追的瓶颈。 A. 高压直流， B. 液冷， C. 泰国产能， D. 外资估值。这不是投票买卖，而是帮频道知道下一支影片要拆哪一段台股供应链。谁适合追踪台达电？适合想理解 AI 基础建设，愿意读月营收和法说会的人。谁要避开？如果你只想听明天涨跌，或者看到强势股就想追价，那这种高预期权值股反而容易让你在情绪最热时做错决定。昨天我们用0050看 ETF 5关卡，今天用台达电看成分股放大镜。下一步可以拆更多台股 AI 基础建设、电源、散热、机壳、伺服器组装、先进封装和高速传输。投资不是背一只股票，而是看懂一整条供应链，谁在解决真正瓶颈。最后提醒，本影片所有内容只作为教育与资讯分享，提到的个股、ETF、目标价或技术线都只是案例说明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报酬保证。实际投资前，请依照自己的财务状况、风险承受度和研究结果独立判断。如果你觉得这种从公司故事拆到财报、筹码和技术线的方式有帮助，欢迎订阅台股内部人小秘密。下一次看到 AI 新闻，不要只问哪只股票会涨，也问一个更底层的问题：这一波技术升级，真正不可或缺的瓶颈在哪里？